我和影帝一直是模范夫妻，在我滑倒后大出血，却联系不上他。医生说我的孩子保不住了，我独自在冰冷手术台做了流产手术。而此时他被媒体拍下陪他的白月光过生日。他得知我家破产后，竟立刻向我提了离婚。后来他求着我别嫁给别人，我直接提前婚礼，穿着婚纱奔向我的幸福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是我和江映的结婚1周年纪念日，我亲手下厨做了好多江映爱吃的菜。为了和他更浪漫地过2人世界，我开了一个总统套房。我想给他一个惊喜，在他下班后才给他发消息，让他来找我。我等了许久也没等到他，我打他的手机也无人接听。我心里还在安慰着自己，是江映想要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才这样的，一会我可要好好骂他一顿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等到的是一条微博热搜，震惊！影帝出轨经纪人。我是豪门千金，家境殷实，父母在安市开了一家大公司。我第一次见江映的时候，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我却对他一见钟情。我疯狂地对江映展开了追求，我求父母投资电影、影视剧，让江映做男主角。我去陪大导演喝酒，只求给江映一个好角色。没多久，江映就被我用钱砸成了影帝，我们也很快结了婚。婚后，我听江映说她父母身体不好，她爸中风了，他妈一条腿天生残疾。我把江映的父母从老家接了过来。我辞掉工作，即便江映母亲百般刁难我，我也用心用力地照顾二老。可这并没有感动他。我看到热搜后陷入了深深的绝望，我坐在地上环抱住自己头，委屈地哭了起来。原来他是在给别人过生日，原来只有我记得1周年纪念日，原来他并没有给我准备我期待的惊喜。我哭够了后，把菜一个个的倒进了垃圾桶里，像是倒掉了我的真心。我哭得身上出了一层薄汗，在我去放水泡澡的时候，我踩到地上的水渍重重滑倒了，我看到我的双腿中间流出了鲜血。我咬紧牙关，艰难地拿到了手机。我下意识的第一个还是打给了江映，电话那边传来的还是冰冷的无人接听。我不想父母担心，默默地自己打给了急救中心。我的心里如同刀绞。江映的经纪人苏沫我认识，江映经常跟我提起他。他去接导演的时候摔了个狗啃屎。他办事迷迷糊糊的，像个小孩一样。世界上怎么有那么笨的人？江映的虽然嘴上说着讨厌他，但是一脸的宠溺。我并没有在意这种无名小辈。论身世，我家能超他100倍；论相貌，他不及我1/1000。可每当我半开玩笑地说“那把他换掉吧”，江映的话却戛然而止。我被送到医院后，医生立即把我推进手术室里，对我做了清宫手术。今天我也给江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，我怀孕了，已经2个多月了。我一直姨妈来的都不是很准时，直到我2个月都没来姨妈时，我才察觉到了不对劲。闺蜜陪我去了检查一番，我才知道我怀孕了。可是今天我的宝宝没了，宝宝的爸爸还不知道他的出现，他就没了。我的宝宝好可怜。我的宝宝是这个世界最好的宝宝，是我的粗心大意才害他没见到这个美丽的世界。一切都是我的不好，我痛哭着做着手术。由于哭得太伤心，没多久我便哭晕了过去。等第2天醒来的时候，我闺蜜刘月一脸担忧地看着我：“我的大小姐，你可算醒了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为啥你老公陪别人过生日，
你却在医院做手术。为啥顾大明星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？我昨天看到微博热搜，给你发消息你不回，给你打电话，没想到是医院接的，要不然你连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。我想到我的孩子没有了，又痛哭了起来。我呜咽着向刘月说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。刘月青筋暴起，攥紧拳头，要去给江映好看。我拉住了刘月，可能江映没看到消息吧，她那么忙，没看手机吧。都怪我，非要给她一个惊喜，不早早告诉她我怀孕了，是我没照顾好自己。高晴，你这个恋爱脑没救了，她都这样了，你还给她开脱？你脑子没病吧？我怎么认识你那么蠢的人？月月，我求你不要告诉江映我流产了，我不想让她伤心。刘月呆呆地看着我，一脸的不解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下午我便出了院到了家，医生告诉我这是小月子，我1个月内不能吹风，不能干重活，不能见凉水的。我到家刚躺下不久，江映回来了，带着一束红艳的玫瑰花。我看着花却愣神了很久。刘月在厨房里给我炖着鸡汤，出来看到江映抱着花对着我，飞快跑过来把花扔了出去。晴晴有哮喘，还对花粉过敏，花粉会引起她发病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们结婚都1年了。随后我就控制不住地又喘又咳了起来，我的脖子就像被谁紧紧地掐住一样，喘不过气，脸色苍白。药，我嘶哑地说着。刘月和江映都吓坏了。你快去拿晴晴的药啊！愣着干什么？你怎么还不动？你不会连晴晴药在哪都不知道吧？刘月去我的药箱，一眼就找到了我的哮喘药，给我喂了下去。我半个小时后才缓了过来，刘月也哭了半个小时。江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完美丈夫，他会在我生理期肚子不舒服的时候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会飞回家，给我炖红枣乌鸡汤，泡脚，揉肚子。他会在我需要他的时候，放下工作，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带我出去吃东西，舒缓心情。他把我视如珍宝，会想招法的逗我开心。我一直以来觉得我特别幸运能遇到他。江映一定是因为最近太忙了，所以才忘记了。我很久没发病了，所以他才忘了药在哪了。他一定不是故意的。而江映虽然一脸的担忧，但我却在他扭头的时候看到了嫌恶。一定是我眼花看错了，江映怎么会嫌恶我呢？我可是他千娇万宠的妻子啊！刘月看到我喝完鸡汤睡下，才放心的走了。而在我熟睡的没多久，我就被江映摇醒了。江映右眼掉下一滴热泪，眼眶发红，一脸深情地拉着我的手。晴晴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不好，让你哮喘又犯了，我真是混蛋。紧接着江映给了自己2巴掌，我急忙拉着江映的手，一脸心疼。江映这个笨蛋，我怎么会不原谅你呢？你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只是忘了，你只是忘了。老婆，昨天我经纪人苏沫过生日，我只是觉得一个小女孩，还是外地的，自己过生日有点可怜，就陪她过了生日，没想到被这些无良记者拍了下来，就乱说我出轨。我怎么可能出轨呢？这个苏沫要身材没身材，要样貌没样貌，要家世没家世，怎么能跟我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美丽、温柔、善良、大方的老婆比呢？我眼可还没瞎呢。我扑哧一声被江映逗笑了，江映还是那么油嘴滑舌。我要怎么帮你啊？你在微博发个视频，说昨天晚上你也在现场，并把这个照片发微博评论区里作为证据。我按江映说的做了后，江映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熊抱，给我做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。很快，由于我的澄清，江映和经纪人约会误会解除了。
看，我又帮了江映的大忙，他会更爱我了吧？谁家媳妇天天躺在床上，我和你爸都快饿死了，你就这样对你公公婆婆的吗？张映他妈推开我的房门，一脸刻薄地瞪着我。妈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给你们点个外卖吧。我一脸愧疚，不敢抬眼看他。我儿子挣钱容易吗？动不动就点外卖，并且外卖多不干净啊！我不管，我就要吃你做的。张映他妈态度强硬，语气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我站都站不稳，更别说做饭了。在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张映带着苏沫回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苏沫本人，她本人长相清纯，身材娇小，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栀子花味的味道，让人对她有一种莫名的保护欲。妈，我在外面都听到你说话了，晴晴今天身体是真的不舒服，你就别为难她了。正好我把苏沫叫来了，你也好久没吃苏沫做的菜了吧？江映搂着他妈的肩膀，指着苏沫手里的东西。他妈竟一改刻薄的嘴脸，喜笑眉开地拉着苏沫的手：“沫沫来了呀，阿姨好久没见到你了，还想你了呢。阿姨，我也想你了。我听映哥说晴晴姐身体不舒服，我来看看她。我还给她买了补品，给您和叔叔买了些虫草，您可不许嫌弃呀。”苏沫也紧紧拉着他的手。苏沫他妈特别开心地接下来礼品。我给他买的虫草5000块钱1斤的，他却不稀罕。苏沫给他买的51斤的人工种植的虫草，却能让他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我不知道为啥他那么讨厌我，我明明那么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和公公，他们每天吃的食物都是我花100万请的营养师精心搭配好，我精心烹饪的。他们穿的衣服都是私人定制和大牌，每件衣服都不低于5000块钱。我又去国外花高价学习按摩，每天为公公按摩放松肌肉。公公在我的悉心照料下，每天从只能坐轮椅到能下床走动，至少1个小时。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这个家的任何人。你们之前就认识？我一脸不解地看着他们。晴晴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苏沫是我的发小，小时候我经常上他家蹭饭呢。是啊，我们都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，小时候还一起洗过澡呢。苏沫也笑着附和着。他和苏沫以前就认识，他们明明关系很好，为啥还要跟我说他的坏话？我不敢再继续想下去。江映那么爱我，肯定不会背叛我的，是我神经太敏感了。苏沫做的饭很一般，我家公司资金链出了很大问题，步不上即将破产了，需要一笔钱度过这次经济危机。这些年我手里存了将近5000万，已经足够了。我去银行开发票的时候，却发现卡里只剩了500。我的卡一直放在家里，只有江映才知道我的密码。我头皮发麻，脑袋嗡嗡作响。我立马给江映拨了电话。江映，我卡里钱怎么只剩500了？我需要一个解释。对不起啊，晴晴，我妈说不能让女人手里拿钱，我就把钱转我卡里了。江映，我家要破产了，需要这笔钱，你把钱快给我。我压着怒气说着。晴晴啊，你已经嫁给我了，你的钱就是我的了，你怎么能用那么一大笔钱去帮你娘家呢？我是不会同意的，除非你想离婚，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曾认为江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我没想到他会一声不吭地转走我的钱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细心体贴的江映吗？商圈里的人都很现实，觉得你要倒下的时候，谁都想踩你一脚。我爸妈低头哈腰借了一圈，也只借到了2000万，这些钱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如果这些钱也赔进去了，我家可就彻底起不来了。
想到这些，我就忍不住又哭了起来，我哭得眼睛都肿了。江映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一定很心疼，一定会把钱给我的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江映晚上到家，看到我这个样子，竟一改往日温和的嘴脸，一脸嫌恶，和我当时看到的嫌恶嘴脸一样。你别用这副可怜嘴脸看着我，我是不可能把钱给你的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你家这点事情，就算你把你这些钱投进去了，也难起来。你看，你明明是一个千金大小姐，却马上要成落魄千金了。我天天在你面前装一副深情的嘴脸，我都累了。江映，我求你了，你把钱还给我吧。只要你把钱给我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我想到我爸妈一夜白头，一脸疲倦的样子，心里不由一阵阵刺痛。给你钱可以，我们离婚，并且你要净身出户。你还要发微博说是因为你爱上了别人才要离婚。我没想到江映那么狠，刚知道我家快要破产了，就要迫不及待地和我离婚，还要破坏我的名誉。他金钱名利双丰收，真是好算计。我顾不得想那么多了，只要能回这笔钱帮我家度过这次危机，我什么事都愿意做。我同意离婚，同意净身出户，同意发微博。你把钱现在给我吧。我双膝跪下，以一种极低的姿态看着江映。我怎么能相信你拿钱之后还会不会同意这些条件？你要是耍赖怎么办？我已经向民政局局长打好招呼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到了就能直接领证。江映一脸傲慢，原来他早就安排好了一切。江映，那我怎么知道你不会骗我呢？我给你打个欠条不就行了？随后江映写了一张欠条给我，我看欠条写的没问题，就点了点头。为什么？我想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难道我们之前的感情都是假的吗？我紧紧地握着拳头，眼泪在眼眶打转。2年前，我还是只个18线小演员，混了2年，还只能演无关紧要的配角。这时你却出现在我身旁，从那以后，我的事业如日中天。我知道我的影帝是你用钱砸出来的，可是这2年我也被业内人士和黑粉嘲笑，说我是凤凰男。就因为一句凤凰男，我所有的努力都被否定。我在剧场演戏已经很累了，回到家还要在你面前继续演一个完美丈夫的形象。我要向所有人证明，我江映离了你高家，离了你高情，照样还是影帝。可江映我呢？我这2年的青春算什么？我为你怀过孩子，为你放弃事业，尽心尽力地照顾你的父母，为你的事业砸了将近1个亿，那我算什么呢？一个笑话吗？我家公司是我父亲和爷爷一辈子的心血，我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破产，什么都不做。第2天，我当着江映的面发了微博，随后很顺利地领到了离婚证。我们领了证，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，江映才把卡给我。苏沫一个箭步递上来，挽住江映的胳膊，撒娇叫着：“映哥，你呀，被媒体拍到怎么办？”江映一脸宠溺地摸着苏沫的头。你们这是？我一脸不解地望着这对渣男贱女。哼，你没看出来吗？我和映哥在一起了。映哥就是因为你的钱才和你在一起的，他始终最爱的是我。疯了！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没有多做停留，迫不及待地去银行取钱。当我听到柜员说这张卡已经被连续输错密码解冻，现在已经被强制封了1个月才能解开时，我傻了眼。怪不得江映和苏沫那么就能跟我翻脸，不怕我的报复，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。我深深爱了2年的男人，因为我家要破产，就迫不及待地和我离婚，多么可笑啊！江映这是一点后路都没给我留啊！明天再凑不到钱，我家就彻底破产了。
江映是要彻底搞垮我了。我流下了一滴悔恨的泪，拨通了一个2年都没再联系的号码。喂，我们和好吧？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。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我和江映离婚后，他妈不是嫌请的保姆做饭不好吃，就是嫌人家做事不讲究，赶走了6个保姆。虽然江映也找了按摩师去给他爸每天按摩，但他爸却站不起来了。我的师傅不是有钱就让你学的，更要看诚意。我每天给他送礼做饭了1个月才拜师成功。江映他妈最喜欢苏沫了，江映只好让苏沫去照顾他爸妈。可苏沫仅仅照顾了2天，苏沫就把他爸妈照顾食物病毒，二老双双洗胃住院。江映最孝顺了，看到他爸妈这个样子，嘴上不说，但心里也不少埋怨苏沫。我听刘月说江映父母住院了，这个看笑话的机会，我怎么能错过呢？我穿上拼多多买的廉价乞求的衣服，却带着高档进口水果。我刚到病房门口，就遇到了苏沫。哟，这不是落魄千金吗？你这带的什么呀？烂苹果烂香蕉的，哈哈！苏沫一脸讥讽地打量着我。怎么不穿你的香奈儿高定套装了？现在你这穿的什么呀？像个老妈子一样。哟，这不是小三吗？三姐快要上位了吗？你的嘴好臭啊，像刚从茅坑里吃过屎一样。我也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。你……苏沫被我气得面红耳赤，伸手要给我一巴掌，却被我的男朋友曹阳握紧胳膊。还没给你介绍呢，这是我的男朋友曹阳，是曹氏集团的总经理。那个破烂公司，什么曹氏集团，我可没听说过。他倒是穿得人模狗样的，让你穿起球的衣服。你……曹阳一下子怒了。我拉着曹阳的衣服。苏沫是吧？你等我等着。是啊，京都的曹氏，你这个井底之蛙，当然没听说过。我笑而不语，拉着曹阳就进了病房。叔叔，阿姨听说你们住院了，我来看看你们。江映他妈没有说话，看我一脸的不屑，他爸却激动地让我过去。晴晴啊，我听他妈说了你和江映的事，我家江映对不起你啊。江映小的时候得过白血病，是苏沫给他捐的骨髓，所以俩人关系，江映他爸一字一顿地给我讲着，却被他妈打断。你个老不死的，给他讲这些干嘛？东西我们收下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江映他妈打开病房门，一副送客的姿态。哦，叔叔阿姨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曹阳。随后我就拉着曹阳的手走了。我给你买的香奈儿全球限量款，你不穿，非穿这破烂。我怎么记得你小时候也捐过骨髓呢，还上了报纸呢？曹阳一脸愁容困惑。我也想到我小时候确实是捐过一次骨髓，帮助过一位白血病小孩，不会那么巧吧？我拉着曹阳急忙回到了家里，在书房里找到那张报纸，高氏集团千金帮助白血病小朋友重获新生。标题下面是一个小孩身上插满管子的照片，我一眼就认出这个小孩是江映。江映从小到大的照片我都收集在了相册簿里，时不时拿出来翻看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和江映的孽缘能那么深，从小就注定了。你要怎么做？我帮你。曹阳拉着我的手，一脸担忧。好，我嘴角扯起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。我和曹阳在大学的时候在一起过，后来因为他要出国，我要留在国内发展，最后我们决定分开。我在机场送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会一直等你，只要你说和好，我就会和你和好，不要忘记我。后来他回来了，私下里联系了我好多回，说想要见我，我都以已经结婚为由拒绝他了。
没想到最后是我主动找到了他和好，兜兜转转我们还是在一起了。你家公司的事已经解决了，我买了50%的股份以你的名义，过不了公司就会恢复到从前的盛景。曹阳一脸宠溺，亲上我湿润的唇，我也迎上他霸道的吻，一脸潮红。我的手机叮咚叮咚地响起，我看到消息里的内容，一脸讥笑。我走的时候太急，还没把我的东西都带走。我有一只视若家人的猫，陪我从初中到嫁人，十分特爱。这2天发生的事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就把猫留在了江家，让我家猫的保姆照顾它，我也放心。嘟嘟嘟，江映给我打来了电话。你竟然敢骂苏沫，你怎么敢的？他眼睛都要哭瞎了，你快给苏沫道歉。语气接近嘶吼。我凭什么要道歉？你们俩早就苟且在一起了，我骂的不对吗？好，你不道歉是吧？你的猫你还想不想要了？喵喵，猫的惨叫声一阵阵传来。我没想到江映心那么狠，竟能对一只猫下狠手。他知道我的软肋就是我的猫。我立马痛哭了起来，祈求着江映放过我的猫，并答应给苏沫登门道歉。挂完电话，我点上结束录音，擦干眼泪，继续吃着大餐，大笑起来。江映只有你会演吗？我穿一身白色碎花裙，眼睛画得红红的，让自己看起来楚楚可怜。我本来想自己去的，曹阳不放心，硬要跟着我去，我让他在门外等着我。我刚走没2天，我家猫的保姆就被江映他妈撵出去了。他按我的计划，找了一只相似的猫放在江家，把我的猫偷偷带走了。在我上门拿猫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，那只猫跑了，天不负我。我的猫呢？我要见到我的猫。不就一只猫吗？看你紧张的，我去给你拿。江映让苏沫去找了许久都没找到。苏沫一脸尖叫地跑过来，脸上手上还有几道抓痕。映哥，那只猫跑出去了，还把我的手上和脸上抓伤了。我掐住自己的大腿，让自己忍住不笑。江映检查着苏沫的伤口，一脸心疼。你那个猫和它主人一样讨厌，敢弄伤我的默默，我找到它也要摔死它。我听到赶紧跑出去，一屁股坐在江家门口。我的咪咪啊，你怎么那么可怜？昨天被打，今天又被弄丢了，我可怜的咪咪啊！因为你抓伤了江映的情妇，他要找到你把你摔死，你赶紧跑远点啊！我可怜的。邻居们听到动静和埋伏在江映家周围的狗仔都出来了，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高晴最宝贵他的猫了，经常带出去晒太阳，江映竟然打了他的猫，还弄丢了。江映和高晴不是才离婚不到半个月吗？我天天看到那个女的去江家，这2天还搬了行李住进来了。我也看到了，我昨天遛狗的时候看到江映还和那个女的牵着手跑步呢，就这人品还影帝呢。第2天江映上了热搜，江映虐猫，江映有情人，江映前妻的猫被情人丢了。我满意的看着这些热搜内容，没想到这些网友前几天在我的评论区还在谩骂，今天就又心疼我起来。江映这边也做着紧急公关，我没有情人，苏沫只是我的经纪人，我只是把她当我的妹妹，工作原因才搬到家里，家里有父母作证。我没有虐猫，是那个猫太凶了，把我和经纪人都抓伤了，又晒上他和苏沫伤口的照片。江映的新电影要上映了，如果这次公关不做好，电影的票房肯定会下跌。我转发微博，胡说八道，随后又在微博里发了我俩的通话录音，微博一下子炸了。苏沫不是他的经纪人吗？为啥非要逼他前妻道歉？2人关系不一般啊。
如果有人敢打我的猫，把我的猫弄丢，我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听说他前妻家快破产了，江映才要离婚的，他都是为了他前妻的钱呢。江映快要把我的电话都打爆了，我看着手机一阵爽感袭来。当初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不接，我让你也体会一下这种滋味。我买通了几个营销号，把我给江映献骨髓事冲上热搜。江映，我对你那么好，都比不上苏沫抹几滴泪。我现在让你知道，你的苏沫就是个大骗子，骗了你10几年的骗子。天哪，江映真是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！我粉他那么多年，粉转黑了，路转黑了，他前妻救了他的命啊！他还那样对他前妻。江映哥哥还没出来解释呢，你们别断章取义，我们相信哥哥。江映这下子在热搜上被骂了1个星期才下来。江映辞退了苏沫，还把他赶出了家门。江映和他爸妈给我打电话，我不接；给我发微信，我免打扰。最后实在是嫌他们烦我，把他们都拉黑了。这件事的影响深重，他的电影也撤了档，代言也都纷纷找他解约，听说还欠了违约金。为了防止我家公司重蹈覆辙，我泡在公司里处理公司的账目，完全把我自己还有小月子的事抛之脑外。很快我就累倒了。我睁开眼时，却看到了我最不想见到的江映。我和曹阳不让他进来，他就跪在地上求我们。我们可不想被拍到上热搜，就让他进来了。刘月和曹阳坐在 VIP 病房的沙发上，无奈地摊摊手。晴晴，我错了。刘月都跟着我说了，我就是个滚蛋，都怪我没有接你的电话，害你摔倒流产了。是我害了我们的孩子啊！晴晴，是那个苏沫骗我，是他给我捐的骨髓。苏沫从小身体就不好，这么多年我对他心怀愧疚，我根本没爱过他。晴晴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，我会加倍补偿你。江映哭得情真意切，但是我现在的心里却没有一丝波澜。江映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只会觉得你还在演戏。你补偿我，我受到的伤害就没有了吗？你补偿我，我的孩子就回来了吗？那天晚上我摔倒大出血，我满怀希望打给你，可你还是没接。我怕你担心，我就自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。可你却在和别的女人过生日。我冷冷地看着江映，没有一丝感情。随后曹阳过来拉着我的左手坐在我旁边。我听晴晴说她要结婚的时候，我以为她遇到了爱情，没想到你那么不珍惜她，还要害得她家破人亡。你是人吗？畜生！那是苏沫教我的，我不想害你的。晴晴，你要相信我。江映拉着我的右胳膊，一脸的祈求。曹阳一脚把江映踢倒在地上。你不配碰他！说罢就把江映拉了出去。医生说我的身体太差了，所以才累倒了，必须得住院调理调理。这几天江映每天都来，他每次来都带来一堆的补品和汤，他在尽力的补偿我。江映，你知道我不缺这些的，你不用每天都送。我每次说给他，他就像没听见一样，第2天还会带过来。每次我和曹阳只能一脸无奈地看着他，赶也赶不走。晴晴，这个卡里200万，我赔了很多违约金，只剩那么多了。你要是嫌少，我把车子房子都卖了。江映红着眼，一脸悔恨地看着我，就像个犯了错的孩子。都怪我没有及时把钱拿出来，才害你家倒闭的。你恨我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曹阳走过来，一脸的不屑，他把卡塞进江映的上衣口袋里。不用你的钱，我以晴晴的名义买了他家公司50%的股份，他家公司早就没事了，只是还没公开而已。江映一下子瘫倒在地上，捂着胸口，泪水也止不住地流。
江映，如果你能早早就知道珍惜我就好了，我们肯定会很幸福。没多久我就出院了。出院后，我每天都很忙，忙着谈恋爱，忙着订婚的事情。曹阳的父母都是在国外长大，性格都很开放，他们不会觉得因为我结过一次婚就看不起我，反而都特别喜欢我。我的父母也很喜欢曹阳，觉得他很可靠。没多久，我和曹阳订婚的日子就下来了。那天也是我家公司重新上市的日子，可谓是双喜临门。江映在新闻上看到我要订婚了，她带着一只和我的咪咪相似度90%小猫，蹲在我车旁边等我下班。晴晴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订婚？我每天都在找咪咪，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它，都怪我把它弄丢了。我找了一只和咪咪很像的猫，求你了，原谅我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，让你做最幸福的女人。江映拉着我的衣服，像个小孩子想得到夸奖一样，满怀期待地看着我。我被她看得浑身发毛。江映，我要订婚了，请你自重。咪咪我已经找到了。我一脸冷漠，语气冰冷，不带一丝温度。找到咪咪就好，这样你就不会伤心了。晴晴，求你了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要嫁给他好吗？江映跪下来抱着我的腿，满脸的祈求。滚！我一脚把他踢在地上，打开车门，扬长而去。订婚宴那天，我穿了一身全球只仅3条的阿玛尼高定红裙礼服，把我衬托得更加美丽动人。我没想到江映也来了，我并没有邀请她，她的视线一直都在我的身上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我被她盯得浑身发怵。那天也来了很多媒体拍摄，苏沫却浑水摸鱼混了进来。她趁我和刘月聊天的时候，拿出一瓶硫酸就要往我脸上泼。我闭上眼睛想要认命的时候，我听见了江映痛苦的嚎叫。江映及时地推开了我，硫酸却泼在了他的脸上，这下他彻底与演员这条路背道而驰了。高晴，都怪你毁了我的幸福，我要毁了你！一群保安冲了进来，按住了苏沫。你知道吗？我怀孕了，江映却让我把孩子打掉，还把我赶了出去。我恨你！够了！是你先骗了我，你还怪晴晴？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！江映躺在地上痛苦地哀嚎着。很快救护车和警察都来了。由于高浓度的硫酸泼在江映的脸上，她彻底毁容了，眼睛瞎了一只。苏沫也被判刑5年，由于她还在怀孕，缓刑1年执行。曹阳给了我一场全京城最盛大的婚礼，我成了全京城最幸福的女人。我不再放弃我的事业，虽然有时候真的很忙，但我却乐在其中。很快在我的精心管理下，我家的公司都快要和曹阳家的并齐了。我怀孕了，还是龙凤胎，我的孩子像宝藏一样出现在我的世界。妈妈，你快看，那有个乞讨的叔叔，好可怜，只有一个眼睛能看到。为啥他怀里抱着一只猫？他身边的那个小孩哭成那样了，他都不管。我转头看到江映在路边乞讨，他十分宝贝地抱着和咪咪相似的那只猫，地上躺着个孩子，哭得哇哇叫，他却像没听到似的。后来我听刘月说，江映父母听说苏沫怀孕，就把她接家里了。苏沫那段时期爱上了赌博，把江映的钱都偷走赌博了，还欠了一屁股账。苏沫生下孩子就拍拍屁股服刑去了，债主每天都去江映家里要账，江映没办法，把房子卖了抵账，让父母回了老家。他毁了容，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去沿街乞讨。那个孩子，他本想用他跟着他乞讨的，可是孩子哭得太厉害，没多久就让父母接走了。他却死活不愿意回去，说是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了。
呵呵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大宝、二宝，我们快回家吧，爸爸打电话说给我们做了大餐呢。我拉着我的2个宝藏奔向幸福的方向前进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